大家在进行保本投资的时候，不要只盯着定存 CD， 美国国债也是一个保本保息的投资。那它目前的利息呢，短期的话都是在5%以上。定存 CD 的操作相对简单，之前我也有过2期相关的视频。那国债的话，它流动性其实要比 CD 更好，并且它的品种多，而且有税收优惠，并且如果你提前取钱的话呢，它是没有罚金的。那刚刚接触国债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它很复杂，里面什么 TBO 啊、Note Bond、I Bond、EE Bond，而且还需要拍卖竞价，是不是还没有买就先晕了？其实呢，国债它虽然玩得很花，但是那个是针对机构投资者的，像我们这种个人理财的，其实它真正也就只有2个产品和3个步骤。我们经常会买的其实就是 T-bill 和 I bond， 那你要做的呢，其实就是买入、持有到期和收利息。这么想想是不是挺简单的了？这期视频我会把这些国债中各个品种的重点内容和你说一遍，以后你看到心里面就不会慌了，并且在视频最后我会带大家看一下近期什么产品的利率比较高。美国国债呢，它分为储蓄债券和有价债券。储蓄债券的话，它里面包含 I bond 和 EE bond。那目前的利息的话，EE bond 的话是 2.5， I bond 的话是 4.3。EE bond 它是固定利息的债券，它能保证你的钱呢在20年之内翻一番。所以说你看到这里，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产品给剔除了，因为我们正常的投资收益是7到10年之内资产需要翻一番，20年的话，即便是保守投资，你都可以翻2到3倍了。所以说这个产品其实基本上我们是不会考虑的。I bond 是抗通胀的债券，就是说美国通胀越高，这个债券的利息呢也就越高。我们看去年2022年美国通胀峰值的时候呢 ，I bond 给出了10.14的利息。那随着通胀的不断下降，那利息也是一路从9点多降到了目前的4.3。那美国目前的通胀指数是3.18，说明这个 I bond 的利息还是会继续往下降。所以说，只要你听到新闻里面说美国的通胀又有多高，物价怎么飞涨，这个情况下，你赶紧去查 I bond 的利息，这个时候肯定是会有惊喜的。那关于 I bond 如何购买提现，你可以看我之前的一期关于 I bond 的视频。说一下储蓄类债券 I bond 和 EE bond 的共同点，他们的发行机构都是美国政府。那你购买的话呢，主要是从 Treasury Direct 的网站上买。如果你在报税的时候，可以在税单上面填写需要买一些国债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网上买会比较方便。网上买的话，最低购买额度是$25，最高的话每个人1年最多只能买$1万，最低的持有年限是1年。虽然说他说的到期时间是30年，但是呢，1年之后你随时都可以取出来，只是说如果你5年之内取出，你会损失近3个月的利息。那税务上面的话呢，它是免州税和地方税的，你只需要付联邦税就可以了。我们刚刚提到的储蓄类债券，它是不可以交易的。你在 Treasury Direct 网站上面买，那也要在该网站上面取出钱，它没有第三方什么事情。而有价的国债是可以交易的，你呢是可以在 Treasury Direct 网站上面买的，但是其实我不推荐，因为这个很麻烦，而且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。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券商进行购买。你买了之后呢，是可以持有到期的，到时候你就取本金跟利息就可以了。或者说你提前想用钱，你可以在券商这边直接卖出去。那券商是至少在美国它是不收你手续费的，然后也没有提前取现的这些罚金。但是你在二级市场交易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你债券的价格就跟着市场走的，市场涨了你就赚，市场跌了你就赔一些，这样子。有价债券的话有这6种，比较常见的是前3种，分别是短期、中期跟长期债券。T-bill 其实是我们个人最常会购买的产品之一，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灵活，4周、8周、13周，最多不超过1年。那它因为时间短，所以说它的利率风险也是非常可控的，毕竟利息不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有非常大幅的涨跌。T-bill 这种4周、8周、13周等等的时间段，有些时候对我们投资来说还是挺有用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。
比如你有一笔25万美金的现金，4个月之后呢，想要去太空旅行，那你可以先存个3个月的定期，它的利率是5.15%，3个月之后你就获得3175的利息，剩下的1个月呢，你就存一个4周的 T-bill 短期国债，利息的话是5.05%，那接下来1个月呢，你也可以获得968的利息。我们就是要主打一个不能让钱闲着，各个时间段呢都要让利息跑起来。短期国债 T-bill 购买的时候呢，有个特别地方，它是折价发行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如说一笔交易，它的票面价值是1000美金，但是你在购买的时候只需要付950美金。等到到期之后呢，你获得的现金是票面价值1000美金，那1000减950，这其中50美金的差额就是你这段时间所获得的利息。那我们的实际利率就是你所获得的利息除以你购买的价格，然后最后的数字是5.26。所以我们实际购买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价值100的 T-bill， 它的利息是0，但是呢，它会是以99.35的价格卖给你，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获得的利息是5.324。那 Treasury Notes 跟 Treasury Bond 分别是中期和长期的债券，时间跨度从2年到30年间。看这个时间你就知道个人很少会买这样子的债券。那我再说一下，它的利息呢是固定的，就是你购买的那天的利息，一到你整个周期都是这个利息锁定的。它每半年会付你一次利息，到期了之后呢，会把本金还有剩下的利息给你。长期债券我们个人不用想，基本上都是机构在操作。短期中期债券的话呢，就2年到5年之间的话，除非利息特别好，那你钱放在那边又实在没有用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但是我们家庭的财务规划基本上都是半年做一次调整的，所以说其实蛮少的买中期的国债，最多的还是买短期的国债。关于通胀保值国债、浮动利率债券和本息分离债券，这个的操作比较复杂，而且目前的利率也不高，所以说基本上你们是不会去买它们的。你就把这个页面截图一下，就当做学会了吧。但是呢，为了不辜负我800页的研究资料，我还是会单独录一期视频讲解一下，你们到时候闲着无聊再去看看吧。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。最后呢，比较一下最近哪个国债品种的利率最高。这个时候就要放一张免责声明了，视频中所有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大家投资需谨慎。那我们从 Treasury Director 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，不管是储蓄类债券还是长期国债，最高的利息只有 4.3 是 iBond 的，这个好低呀。我们从国债的官网上面可以看到，2年以上的国债它的利率都在5%以下，那1年期以内的就是短期国债 T-bill， 它的利息还不错，最高的可以到 5.56 5.55 这样。顺便说一下，1年期的短期国债 T-bill 它目前的这个利息比许多的定期存款 CD 都要好。OK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T-bill 它有不同的时间段，利息都还不错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排列组合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子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拜拜。